55年前，一颗小小的乒乓球连接了中美友谊。55年后，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这颗球连接的将是人类最强高手和 AI 人形机器人。你没听错，今年8月，人形机器人的奥林匹克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落地北京宾斯代。Peach Open 将在这个顶级舞台上承办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乒乓挑战赛。唐敏琴 Peach Open 世界 AI 竞速锦标赛全球执行主席。那 Peach Open 核心就是创造在物理智能的 AlphaGo Moment， 为 AI 世界立下新规矩。这事儿不是他第一次干，就是敢为天下先。就是永远愿意去创造别人没做过的事情，绝对不会挑一个最容易的事情做。就上马就去打仗，下马就去读书，甚至开疆拓土的事情，派湖南人去肯定是老正确了。去年9月，他把张家界天门山那条10.77公里、落差1100米、99道弯，被称作亚洲纽博格林的盘山公路，封了整整3个星期，让国内7所顶尖高校的 AI 竞速战队在大风大雨大雾、全程无人干预且无 GPS 的极端挑战下一决高下。Peach Open 打造了这片无人之境，也被新华社定义为全球首个物理智能大自然竞技场。核心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牵动产业和包括顶尖的科研学府，真正通过打造平台的方式，让大家就是深度紧密合作起来，然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最终，清华队以16分10秒838的成绩拔了头筹，而人类传奇车手 Romain Dumas 的记录是7分38秒5，差了将近1倍的成绩。而唐敏琴却说，在科学上攀登高峰，它永远是一个过程。但我们在第一年 actually 就是 to our surprise， 我们并没有期待会这么好。今天我们不只聊赛事，我们还要聊一聊一个会计出身的香妹子凭什么去定义一条从来没有人跑过的赛道。一个被所有人默认为是大佬助理的女孩，凭什么一开口全场安静？当然大家会说 it's a man's world， 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我觉得 it's our world， 尤其是我 take 这个角色，我感受到在当下全是责任。本期节目献给每一个在创业路上被怀疑、被低估，甚至被劝退过的创始人们。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业它就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如果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值得做的事情、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去想，就是我能不能做成，而是这个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呢？他是我采访过最冷静、最坚韧也最具执行力的创始人，我敬佩他360度无死角的强悍。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特别开心 ，Crystal， 今天终于我们在我的播客节目里头相遇了。平时都在什么饭店相遇啊，朋友家相遇啊，这是 meant to be 吗？然后上次我看到了湖南卫视汪涵的那档节目哈，《多金中国》，然后你作为开场嘉宾 ，one of 的开场嘉宾，作为开场嘉宾之一，然后这个给观众留下了非常鲜活的一个印象。我都搞不定，还有谁能搞定？这个就是非常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的创始人，就是很自信，就觉得这事就是我了。我们敢流血，我们敢冲锋。所以给你贴了一个标签叫什么？巴德满。巴德满，巴德满，巴德满，长沙话叫巴德满，巴德满。好的，我们 Crystal 在里面发言是什么？说我都搞不定，谁能搞得定？然后后来那个 Crystal 当时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讲说 ，Lydia， 我们要上播客的话，能不能把我拍得温柔一点，表现出我真实的模样？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诉求。是，所以我想问问，我们就先从温柔这件事儿说起吧。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温柔的人吗？这个词。我觉得就是分两面吧，这个工作上的这种执行到底和这个生活上的这个温柔，这个两个事情是不冲突吗？那你在生活里确实也是非常温柔的人吗？觉得这个上帝都在看着我，也不能说就是比较做自己吧。工作90%吧，都是这种比较坚硬这样一个状态，这算是优点还是缺点？那绝对不是90%的坚硬，150%，就是100%的温柔给了朋友。刚刚你不也是 define 了吗？对吧？然后我觉得在家庭生活中间，肯定100%的温柔也给了孩子，但是在一些需要就是杀伐决断的时刻，我们还是可以坚硬起来的。你觉得这是优点还是麻烦？对于一个想要在事业中间去取得成就的，就是100%的温柔，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绝对的优点。你在需要去做决策的时候，要展现出来你坚定的一面。然后当然就是跟家人、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是否有一颗善良的这个包容的心？那这个肯定是家人对待朋友，这个是可以完全展现的。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有时候会聊到你小时候的事儿。从国内一张机票飞到美国来，然后你跟我讲，那别人家孩子都是哭，对吧？因为未来什么样子你不敢想，就孤单一个人来到国外去求学，一个你从来没有去探索过的地方，可能会面对很多未知，可能会有很多可怕的事情要发生，自己想象中的，然后女孩子可能会哭，
但是你坐在飞机上，你是全程哈哈大笑，哈笑10几个小时，直接落地到美国。所以为什么？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乐观？我不知道丽丽啊，反正就是我肯定是这个第一代移民，所以就是我也是第一代移民。对，所以就是父母并不是在北美就是生活长大，那能有机会来出国，那肯定是留学。可能对于绝大部分就是留学的这个学生来说，刚刚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离开熟悉的这个自己的国家，是会有一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在国内读完本科来读研究生的，这个设定也要说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非常自己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了，然后过来读研究生，那到这个飞机上一坐上那一刻，就觉得天哪，自由就在我眼前，徐徐展开，然后这个再也没有人可以你主要是针对自己父母说的是吧？可算没人管我了。说大白话就是可算没人管我了。但是另外一种也是确实是就是想要在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找到自己的这种自主性嘛。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自己去自由决定自己学习啊、生活啊，然后找工作的各种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巨大的 excitement。就完全没有说是对未知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埋下了一个创业的底色，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充满了无限的excitement。 当你看到未来没有看清，但是能嗅得未来会有机会的时候，真正的就是 born to be entrepreneur 的这样的人是有一种兴奋感在的。机会还是挑战还是什么的都不重要，它得充满了未知的什么重要？奇幻之旅。你觉得什么重要？就是我觉得体验很重要，就 life is all about journey， 对吧？就是大家来这一趟，其实也就哪怕技术再发达120年的时间，大家就是来收集体验的。那你觉得这种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未知的这种状态是先天的，还是你后天习得的，还是在某种经历下催生出来的？这可能跟就是湖南人的底色也有点关系。就我们从小5岁以内就开始吃辣，从这个饮食习惯，然后再到整个的这个风土人情，就是湖南女生可能在大家眼里的有一些这种 stereotype， 就是辣妹子，然后吃的苦，霸的蛮。这个我觉得可能都要追溯到甚至再往前，就是在历史中间，大家都会认为就上马就去打仗，下马就去读书，这个是大家对这个湖南人的一个印象。对，这可能是写在血液中的。对，在基因中间，就是大家都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些打江山啊，然后甚至开疆拓土的事情，派湖南人去肯定是老正确了。没错，跟你猛干。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持证会计，那最早你的专业嘛，是吧？学的会计专业，后来转型做 AI 竞速，这跨度啊，它不是一般的大。那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件事儿，而尤其是一件从来没有人去做过的事儿，就应该由你来做，且一定能做成？这个可能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背景了。此处是付费节目了，付费节目了，现在啊，可以马上点付费。我们家呢是3个，就是有会计身份的。我是国际注册会计师，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位中国最高级别的高级会计师，还有一位会计师。然后在这家里一共3个人，全是会计师，可以这么理解吗？所以我就说，这个中国家庭有的时候大家在就是子女的这些就是学业的选择上面，他可能会给予 guidance。那这个 guidance 他可能 guide 的是一条相对就是风险最低的路。那你 guide 上了，对，确实这个书嘛总归是可以读出来的，这也可以考下来。但是它是不是你内心的那个 calling？它是不是你就是生下来这个法器，它不一定。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普华永道纽约。那个时候我是很快在大概1年到2年的时间内就快速的了解到这不是我的法器，反正不是说这个工作做不好，因为其实大家愿意去 commit 一件事情，任何工作我觉得都可以做得好。但是它是不是一个你真的非常热爱，然后就是它带来很多 passion 的这个事情。重复性的工作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代表了安稳，然后代表了一种持续代表了一种专业的精进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个性的人来说，这个事情只要就是做过，或者是已经就是非常了解它的流程，然后再重续就是持续的去做的话，对我来说就比较缺乏挑战。所以我是在比较早的时间就知道，至少什么法器是就是去掉错误答案，剩下可以探索的正确答案。对，就一直也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当时有想到做 AI 竞速没有？
因为你当时在做其他方面的创业。对，就是自从在这个普华永道以这样的身份，那下一个身份可能就去到了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去做类似于像财务总监这样的角色。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已经需要很多第一跨地域的这种协调，然后对于不同的会计师、律师，然后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甚至投资人的这种多方面的协调工作。那个时候就感觉其实这种工作挺适合我的，对，因为它的挑战很大，然后它就是你如果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挑战，它的 rewarding 就是自我的感觉也很好。所以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后，当时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创业的这个浪潮中，因为当时是觉得 corporate 的经验，包括就是更多的去掌控这种全局、协调全局的经验也都收集的差不多，可以去试一下自己独立的去创造一个事情。所以当时就非常看好2个这个产业的方向，一个呢就是科技，然后加这个education，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看好就是科技加医疗这个方向。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认可就是未来科技对社会的改变，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离现在的 AI 浪潮还很早，可能 AI 都不叫这个词，比如说我第一个创业的公司叫 Tutami 嘛，然后那个时候叫Adaptive Learning， 大家也是把就是这种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应对都没有 AI 这个词，然后这家公司也是成功的卖掉了，所以还是非常幸运的。那你觉得在男人的世界里面打天下是一种什么感觉？比如你要去会场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你拎着包进的时候，人家天然会认为你是助理，别人会天然觉得这可能是那个大佬的助理来了。当你一开口，大家知道是大佬本人，然后全场就安静去听你的部署。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觉得你心情是怎样？就你觉得很愤怒，还是说你觉得？我觉得很有趣啊。首先你刚刚说这个在男人的世界，我其实觉得现在在各行各业啊，我觉得不管是政界、商界，还有就是教育界啊，然后 NGO 啊等等各行各业，现在都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性领导者，而且我觉得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多。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也说现在逐步走到这个下元九运的时代，那女性身上的一些特质包括这种对细节的把控力啊，这种细腻啊，然后这种长期主义，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特质，能够让女性在这种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竞争中，能够保持这种长期的这种竞争力，然后越来越就是走到一个更为核心的这个 decision maker 的这样的一个圈层。所以我第一就是并不太认可，当然大家会说 it's a man's world， 对吧？ it's a man's world， 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觉得 it's our world， 其实并不存在就是分成男性或者女性，因为女性身上也有非常坚韧、非常刚强的一面，但是也有很柔软的一面。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更多的是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入局，去共同参与社会协作。我们去年去打造的 Hitch Open 的这个平台上，首先它是一个竞速，大家肯定认为是男生喜爱的运动，尤其是像这种 F1 赛事啊，或者是其他赛事，女车手毕竟还是就是居少的。然后又是跟 AI 相关，我们是完全 AI 自主决策去竞速。那无论是这种 engineer 也好，还是去做这种 extreme sports， 大家都认为这是更多男性愿意去挑战的，然后女性更倾向于就是更为安全的一些决策。所以当我作为这样的 Hitch Open 的全球执行主席去到这些谈判桌的时候，大家认为来错人了也很正常。这种惊喜的反差感，不就是为我们这个平平无奇的生活带来一点小调剂吗？你给自己的定位是物理智能竞技时代的发起人，就是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就你觉得我确实是这样的人，还是你觉得这就是媒体强加给你的一个叙事？我觉得首先非常感恩啊，去年其实 Hitch Open 我们拿到了很多这个 No.1 的一个定义。去年新华社也是给我们定义，就是打出了 AI 自主决策全世界首个大自然的实验场。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吧，就是说也是代表了我们的一种愿景，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哪怕是一个小的切口，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去牵动这种共识的一个努力。我们相信就是接下来这个10到20年在物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未来，那 Hitch Open 核心就是为物理世界将来无论是技能训练还是在这种极限工况下的这些挑战，它提供了一个开放、公平、公正的一个竞技平台，不同的这种本体，然后不同的无论是机械自动驾驶也好，还是机器人具身智能的不同本体，大家能够在一个这样公平的平台上去真正展现自己的能力。我们其实是一个推动者，所以发起人的这个核心是发起，就是我们来去就是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但是核心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牵动产业和包括顶尖的科研学府，真正通过打造平台的方式，让大家就是深度紧密合作起来，然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那 Hitch Open 本质上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简单来讲的话，我们核心解决的就是在人工智能和物理智能时代不同的这种本体和不同的技能训练，我们提供一个标准、公平、公正的这么一个验证平台。大家是驴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建造了一条高速公路。然后这条高速公路上面就是不同的这些本体之间，包括机器人、具身智能的本体，以及不同的这个就是车以及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大家都可以在极限的工况下去验证自己产品的能力。那你现在往后看5年，5年之后你觉得路线会变吗？那个时候你会给他放下更大的梦想在里面吗？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挺大的梦想呀，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10年时间内吧，就是通过跟所有的合作伙伴、产业共建伙伴的这种精诚的合作，来共同把 HitchOpen 打造成物理智能的奥林匹克的平台。那么也就会意味着我们将来会有更多新的不同的赛项加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验证平台中间来，然后有更多的科研学府、更多的产业的伙伴都参与进来那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大家，就是我们的使命。1年开展一个新的赛项怎么样？去年是 AI 可能不止一个，不止一个，是不是？但是这个得吊着你的胃口。哎呀，太期待了！我看过一张照片啊，就是你一个人站在天门山的赛道中央，然后穿着雨衣，浑身还是被打透了，举着高音喇叭，对着山喊，周围非常空旷，就你一个人。哎，你能不能给我们细讲一讲，就在那个时刻你在做什么？包括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去年通过1整年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这个启动仪式、仿真初赛、仿真复赛，最后我们在天门山的支持下面，我们其实是把整个这个张家界天门山10.77公里的这么一条山路试封了3个礼拜的时间。那么我们在山上从9月20号到10月18号，去年是有差不多120多个博士，然后由各个大学的这个带队教授亲自带队，就真正是在去创造在物理智能的一个 AlphaGo moment， 大家再去验证自己的战队能否在这样的大风、大雨、大雾极限的这个条件下 AI 自主决策去挑战天门山的这个99道弯。因为这个地方本身也有很多的这种传奇车手 F1 车手都去挑战过，所以 AI 这个挑战既像是一次历史的对话，然后也是一次这个全新的一个尝试，也是在去争取一个就是世界纪录的一个诞生。那我作为我们赛事的这个主席，可以说我是没有下山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这个期间，因为他正好也经历了一个11的假期，然后经历了去年的中秋节也是在同样的时候，所以每天我是要去保证，第一，这个山体本身它就具备很多的这个复杂性，然后各个战队大家又在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极限的挑战，然后车的安全、人的安全，以及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运转，还有我们就是一系列的不同的方向啊，包括我们的裁判啊等等。那我拿着这个喇叭的原因，那个不是喇叭，那个是对讲机。对讲机，看着山羊喇叭，这个状态跟我觉得比较符合你，就是你对着山喊。对，因为就是确实就是要就是各种调度嘛。那因为本身天门山它自己几乎每天的它的天气就像经历了1年就是4季一样，它一天都是4季，一天都是4季。你从山上开到山下就是4季，因为你早上的时候基本上能见度在5米之内，它的那个雾是环在山腰上的，到了下午才会逐步退去。比如说这一天它有雨有雾，然后有风，这个是太正常的事情。所以其实自动驾驶它要面对的，它不是一个平面赛道，比如说我今天风和日丽，那我整天都是风和日丽。它其实在整个去挑战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它就要经历完全不同的这种天气的变化，然后这个极致的挑战，然后在悬崖峭壁的这个部分全都没有信号等等。这个确实就是在 AI 在极限的情况下它要解决的问题。就后来我们天门山的小伙伴就跟我讲说 Crystal， 他说从第一天见到你，然后在山上就是待了这么长时间，他说我浑身一股山味儿。我说这个确实没办法，这个100%要同化。但是就是说，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孤单？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我 take 这个角色，我感受到在当下全是责任，就是我人在那个场域中间，然后我承担了这个角色，我就要 make sure 就是。anything happen， 然后 any problem， 我就是那个最后要解决这件事情的钢板。所以拿着对讲机也好，或者是站在那边，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的一个体现。就当这个事情真正圆满完成的时候，那一刻反而是我觉得可以放松下来的时刻。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心思去想说，我是不是孤单？你没这 bandwidth，你忙着呢，你没有时间去。这是外界加给你身上的一种解读哈。但实际上，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一头扎进去做事儿，不会顾一些旁边的一些 noise， 包括自己的一些情绪。我觉得就是在你做真正自己信仰并且就是相信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会进到一种心流的状态，就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自怨自艾啊，然后这个苦太多了，我吃不了，应该都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你脑子里面应该就是想着我如何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且这件事情做成，其实更多的并不是在我的角度，因为我们是赛事的主办方，我们是组织方，我们是为我们所有的参赛大学来去提供平台和提供服务的。就我们在基本上第3天的时候，当时这个湖大当时就发起了第1次挑战，然后那天真的能见度可能5米之内。就是我们自己当天就是也是组委会团队都是开车下山的，但是当天就是湖大他们决定就是他们要来挑战，就是作为首个挑战的。那第一个成绩是湖大打出来的，当时是34分钟，然后 AI 自主决策挑战这个山路。因为我们作为赛事组委会，我们有严格的这个赛事的 progression 的一些规则，当时的限速也是限速在20以内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湖大打出来成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因为最难的事情是事情做不成，一旦就是我们参与的战队他们已经找到了去完成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其实那个才是 excitement 的开始。所以后面其实各个战队都是在你追我赶，不停的在刷新这个成绩，因为我们封了3个礼拜的路嘛。为什么是选择在天门山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是湘妹子，这算是一种对家乡的致敬吗？其实就是首先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的 co-founder Dr. Alan Yang， 他在 AI 竞速领域里面，其实他已经拿了世界冠军，带着加州伯克利战队。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是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打比赛，包括这个每一年 CES 在那个拉斯维加斯的椭圆赛道，过去还会在6月份的时候去意大利的蒙扎的 F1 赛道打比赛，一般下旬也会去英迪的赛道打比赛。它本身就是一个 annual round， 就是在 AI 竞速领域里面这个全球最顶级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当时就是我们作为赛事的参与方和拥有战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是深深被这个 mission 所打动，也是非常 driven。但是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 F1 赛道也好，或者是赛车赛道里面，它更多的仍旧是一个从赛车逻辑为出发的。但是以 AI 为主导的这么一个挑战赛事，所以当时决定在亚洲去打出来，就是亚洲首个 AI 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竞速赛事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有在考虑，是应该去延续这种赛道逻辑，还是更多的去重新去开创一种逻辑。然后这个逻辑可能更多的是从产业的角度出发，因为天门山这条路它不仅是很多F1 赛车手或者是一些顶尖的赛车手想去挑战的地方，因为它很难，它有99道弯。而且它的这个非常的刁钻，有的弯甚至是这种发卡弯和急弯，而且这条路呢，它又是一个省道，所以它是一条真实的公路。就是对产业上来说，它提供了一个真实公路的一个极限场景，然后再加上本身它是一个垂直赛道，就是过去我们的赛道，无论你像 F1 它也会有坡度，但是它不可能说有1100米海拔的这种海拔差。我觉得这是也是带来了一个极为就是有意思的一个挑战。所以当时决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肯定是多方面因素来考虑的结果。我们并没有 shopping around， 就是可能很多人他做决策，他需要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决策流程，或者他要看就是很多不同的，就像你买个房，你要看100套，就是你才会买。我就是那种看一套就是你，而且我就屡试不爽。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没有就是 shopping around， 我们直接当时我就觉得就应该选在天门山。然后来去创造就是全世界首个 AI 自主决策的大自然的赛道，和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你觉得这个场地一旦被建立了，就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活动了，对不对？它其实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标准样本。当初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否也有这样的想法？首先呢，就是在张家界天门山来做这件事情，本身张家界也是阿凡达的拍摄地，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国际的就是顶尖的车厂，路虎也好，然后 ID.2 也好，其实都是在这里面去做过极限挑战。然后本身天门山自己它也是已经创造了一个就是极限挑战的一个自我的品牌符号，就是从过去
去飞越天门洞，再到后面的翼装飞行，这都是组织全球性的在极限里面的挑战，包括各个跟车呀，甚至是这种跑酷啊等等这种相关的赛事，它都是面对国际的，所以它自己本身并不限于说就是限制在某一个区域里面，而是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现，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它的这种大自然的美景，以及去跟这样的一些这种极限的这种 sports 运动精神、奥运精神去结合以后，它能够去创造的一种跨界的火花。比如说就是造车也好，如果想要验证自己的车非常好，那肯定也是会去首选比如说像纽博格林啊等等这样的绿色地域去挑战，因为在这样的极限场景下挑战了你的车的性能、你的速度，可能它更多的能够展现你的这个车在某些方面的优秀的特质。那我们希望就是跟天门山精诚合作，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99道湾打造成一条在 AI 领域的极限的这样的一个测试赛道。我们去年是不同的顶尖科研学府作为战队，然后产业都在后面，然后呢大家来参与了这样的挑战。将来我们也希望伴随着企业自动驾驶技术的持续的发展，能够让各个车厂都能够就是把自己的车完全自动驾驶来天门山去进行挑战。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把文旅加产业加硬核科技去结合的一个典型的示范案例。那选好了场地，可能还需要设计一个竞技的规则，对吗？对。那怎么样才能让 AI 的能力在这种极限的挑战下被鉴别出来，而不是被人工干预的？那你们是怎么设计这套规则体系的？首先第一要保证的就是赛事的公平公正，就不能够因为说你是法拉利，然后你比我更有资金，所以会导致你的成绩更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所有的这个赞助商，包括去年我们的底盘赞助商是 Pixmoving 然后我们的这个激光雷达 Seont然后我们的 GNSS Point One 大家其实赞助我们的这个赛事是要赞助所有战队的，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参赛的大学，我们是给大家去提供了免费的这种硬件的使用，然后大家是基于一样的标准，然后一样的硬件的这个体系，但是考验的是自己的这个软件的方法，以及软硬如何结合，如何把这个 simulation 跟这个 real time 的这种 gap 能够就 close， 那这个就非常体现各个团队的这个能力了。然后从我们组委会的角度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险峻的环境中间要保证安全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包括我们的整个赛事的这种不能因为各个大学都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可能上来就会让各个战队去冒险，所以我们就是会有非常严格的一个就是 qualification 的一个 process 从一开始的仿真初赛到仿真复赛，验证各个顶尖科研学府他们在仿真方面的能力，然后就是当时也是就是最后筛选出了从9家战队里面筛选了7个大学，就是拿到真车在天门山去进行真实的挑战然后在每一个阶段从你的这个 qualification 就是你能够在天门山的非常刁钻的这个我们叫蛋糕湾，你需要先在就是 qualification 证明 AI 自主决策可以去挑战比如说3到4个这个弯道，然后我们才逐步开放权限，就是你可以按照20 mile 的限速这个我们都是有物理限速的，就是20 mile 的这个限速你可以去完成它的这个就是这部分的挑战，到20 mile 你能够完整的开完全程，我们才会解锁就是40 mile 的这样的一个限速，40 mile 完整的拿出了成绩，而且非常 comfortable， 因为你每天面临的这个天气然后包括各方面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对于各个战队的这个领队和他们的教授来说也要实时做决策的，然后再开放60 mile 的限速，然后再往上。所以就说我们在这个全程过程中间，第一有一个就是赛事规则来保障风险，然后第二呢也是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又同时提供灵活性，让各个参赛的科研学府他能够按照自己的积累，然后他们想要的一个就是方式来去挑战这个极限，最终让7所高校 AI 战队再放在这里跑。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挑战？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天门山，其实当时为了这个整个这个赛事的成功举办，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包括基建等等方面的改造。首先中国电信作为去年赛事的这个赞助商，是为这样的一条99道湾是加了5G 基站，然后做了 RTK 的这种全面的改造，就会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前，其实我们的工作可能就已经做了非常多了。然后天门山呢，也为了去年我们这个赛事，把过去断断续续的护栏全部都修成了
这个连贯性的护栏，这个 construction 的这个工程量也是非常大，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险峻的这种悬崖峭壁的这么一条山，然后再加上我们把这个道路铺成沥青，所以大家其实在抢时间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确实面临了很多的这种挑战，因为工程这件事情不是由你说了算，这个天气千变万化，它可能这条路的这个某一些工程它没有完全的就是完成，那我们在这个中间就是要协调安全，然后什么时间段是我们的赛事时间，然后要 coordinate 他们把这个比如说道路的这个修缮进一步完成的时间，而且山里嘛，就是有可能你头顶上就掉个石头下来，这也是你的挑战。你不知道，就是你的 AI 其实是要这个实时去反馈决策，所以我们也有观察到，因为我们其实也在每天都在观察我们各个参赛大学，他们如何是通过一个近乎完美的这种项目管理，能够很好的支持，就是自己的团队能够持续的取得这种优异的成绩。那我们看到就是个别战队，那他们的带队教授是会在每天去巡查，在每天早上开始赛事之前会去巡查，就是有没有一些落在山间的一些小石头，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你无法在这一波完赛。所以就是这些工作我们几乎是每天都有一个团队再去运转，然后随时的就是为场地去解决问题。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太不容易了。对，大学教授每天早上起来清晨自己去开车嘛，应该不会是走着吧？去巡查99道弯的上我们的各个教授都是会开车上去，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坐缆车上去，然后看到的任何问题都是由 Hitchover 的团队去解决。所以我们的团队都已经就是开成了这个飙车手了，就最后比那些持证的那些就是赛车手，因为我们的裁判很多都是持证的赛车手，然后也是国家级的裁判，我感觉我们团队好像开的比他们还丝滑，就真的是开多了。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是，就清华队最终跑出了16分10秒的838这样一个成绩。对，但人类车手的记录是7分38秒。对，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Romans 一个传奇的法国赛车手，开出来的成绩。他当时驾驶的车辆是当时是 ID2的一个改装的跑车。AI 车队跟人类车手最终还是差了将近小1倍这样一个差距。这个数字在你眼里，它代表的是失败还是胜利？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在科学上攀登高峰，它永远是一个过程。对，然后就是我就拿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经验来举例，其实在 AI 竞速这个领域，尤其是方程式赛车竞速这个领域，其实我们现在哪怕是用这个就是 Dallara 的这种底盘，也是 F1 赛车手差不多一半的这个成绩。这个都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学府，可能已经打了6年了，就不停的迭代，然后不停的挑战。但我们在第一年 actually 就是 to our surprise， 因为我们并没有期待会这么好。我们去年的这个期待就是搞出来就行，完成了就不错，是吧？对，就已经非常不错。因为这个路的这个挑战程度，跟那个平时打的这些椭圆赛道也都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反而在后期就是各个大学就是你追我赶。为什么这个成绩会是这种838？因为真的就是大家可能最后追的就是这个0.01秒。就第一名跟第二名真的差距很小，每一个0.01秒都 matter， 这可能就是你的算法，还有你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把控能力跟其他的这个就是差距。咱们的这个无人之境官方的宣传片，对吧？在赛后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宣传片，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在意，他有讲说 AI 能否超越人类这个命题在天门山这场赛事当中发生微妙的变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微妙的转变？我觉得现在在就是 AI 和物理智能的各个层面，其实大家都是想要去突破，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觉得 Teachopen 去年做的事情以及我们未来持续会做的事情，可能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区别点 differentiator 就是在于说我们做的都是 AI 自主决策的这个相关的赛事，并不会去做一些这种摇操啊等等相关的这种赛事，而这些行动本身无论是在汽车自动驾驶也好，还是今年会新推出的 AI 自主决策打乒乓，都是向人类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最强的最牛的更高更快更远的这样的人去致敬，并且无限靠近，也就是创造在物理智能的 AlphaGo moment。所以去年我们
当然是没有赶上这个7分38秒。我觉得这个正是就是技术在这样极限工况下，仍旧需要时间，然后需要技术的迭代去改进。但如果我们追上了这个时间，其实它本质上来说也代表了在汽车自动驾驶领域里面这样的一个 AlphaGo moment 的实现。而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标，其实就是能够去 push the last mile， 在极限工况下面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last mile 很好的去完成，让所有的哪怕是普通民众，就你刚刚提到了为什么我们去年在这样的各种赛事组织的情况下，我们还请了一个就是非常专业的团队，在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了，也是进入了无人之境。它是一个一语双关，就是我们核心就是想要去不停的创造在物理智能的 AlphaGo 时刻，让机器或者是 AI 去挑战人类，无论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最好的人、最强的人，哪怕是奥运冠军，他们能够取得的成就。那天门山在这之前跟在这次赛事之后，在你眼里会有什么变化吗？会有变化吧，因为湖南嘛，就是敢为天下先，就是永远愿意去创造别人没做过的事情然后去创造这个大家想做不一定敢做的事情。是的，那么去年其实通过这样 Hitch Open 世界 AI 竞速锦标赛在张家界的这样的一个落地，也是为整个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打出了一个文旅加科技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去年张家界人民政府也是我们赛事的联合主办单位，也是给予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因为去运营这样的一个国际型的这种赛事，其实是需要方方面面的这个资源支持、保驾护航。那我觉得去年也是感谢各个合作伙伴、各个参与大学，然后各个就是参与的单位的这种齐心协力，我们像是共创了一个这样的就是顶尖的这种赛事平台。哎呀，我可能想问一个比较不太好问出口，但是还必须得问的问题。这个 Hitch Open 走到今天吧，我们能想象到这个量级应该是非常耗资的，对。那这个收入结构是什么？包括本身你做这件事情赚钱嘛，能养活自己嘛？包括养活这么大一个团队。Hitch Open 去年是第1年在亚洲做，所以我们肯定就是各个参与方其实都是投入的。就是我刚才提到了有很多我们的就是合作方，然后赞助的伙伴不管大家去年是硬件的提供方，提供了就是给予各个大学的这些标准化的这个参赛硬件还有包括我们去年的媒体方，像钛媒体去年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战略的合作伙伴，那也是给我们在宣发上就是增加了非常多的势能，包括像知乎去年也是给了整个 Hitch Open S+ 的投流，然后微博也好，还有包括这个上海证券报、咪咕，这都是去年我们的战略的媒体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就是说在第1年我们来在亚洲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相当于回家嘛，然后父老乡亲们夹道欢迎。这个有萝卜的提供萝卜，有肉夹馍提供肉夹馍，就是大家真的是相当于共同的来支持了这个赛事的圆满的完成。那当然今年因为为了也是给我们的参与方提供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今年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产业赞助伙伴就是参与到了这个平台中间来。我们4月份刚刚在上海的 F1 赛场，我们拿了最大的展位，这个也是支持我们就是去讲述以 AI 为主导的下一代汽摩赛事。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宣发了我们今年有更多的顶尖的产业伙伴，包括像汽车城集团，然后包括像君瑶集团，然后包括像这个惠尔智能，然后零星巧手，包括像智源机器人 VIA 等等，他们可能在各自的行业里面都是最顶尖的这些头部那么大家都参与到 Hitch Open 的平台中间来。所以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更多的去发挥平台的效应，然后让更多的产业合作伙伴参与进来，然后跟更多的这个媒体去深度绑定，为我们的各个参与的这个大学也好，然后科研学府也好，还有产业增加他们自己的影响力。那这些赞助商在第一次这个 Hitch Open 的天门山之战完满的这个完成之后，赞助商们是不是也都非常开心？都很满意啊。对啊，一鱼多吃啊，都非常开心。对，他们自己的声量也提高了很多，是不是？是的，而且我觉得叫赞助商这个词，我可能觉得都不是特别的适用于我们这个情况。我们更多的是把来参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产业合作伙伴看作是一个共建伙伴。因为对于我们的共建伙伴来说，就从车这个角度说，可能是这个底盘也好，激光雷达，然后 GNSS 以及这个跟这件事情相关的所有 related 的这个上下游的硬件，大家也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的硬件能够在极限工况下去验证他们的能力。随便举例，就是因为这个山路确实它太险峻，而且它的气候条件变化太大，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复旦大学去年他们的策略就是有所
失误嘛，就是他们想着我们在上海把所有的东西都调好，在天门山也能一样好。结果就是到了天门山，就他们当时所有的团队就说，在上海什么都 work， 在这里什么都不 work， 也就说明就是在这样极限条件下，你的每一个这些硬件，其实你很难找到。天门山也不是为谁都封路的，所以就说这个也确实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验证场景。那今年因为我们还会增加就是具身智能领域的 AI 自主决策的赛项，就是打乒乓，所以我们也是 onboarding。现在我们跟智源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当然也是邀请更多的就是机器人的本体公司一起到这个平台上来验证自己的本体在这样的条件下的一些优秀的表现。这可能也是他们现在比较稀缺的一种资源，有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天然实验场去验证自己的产品能力。尤其是在进入到真正就是产业端被验证之前，其实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天然的向大家去展示能力的一个方式。就哪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为什么要拍这个纪录片，就是哪怕是这个邻居的阿姨叔叔，他们看到自己亲戚家的小孩能够在这样子的大风大雨中自动驾驶还能如此安全自主的都能做决策，他们可能从本心上就更愿意相信就是技术这件事情它的可靠性以及它的安全性。而这种心智的转变，这种认知的一种趋同，其实也是更好的能够去推动将来无论在企业自动驾驶也好，还是将来未来在具身智能行业对规则制定者的一种就是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刚刚你说过希望 Hitch Open 成为 AI 领域的奥林匹克赛事，对这个野心背后是否有一个更大的判断，就是你有一个怎样计划，它未来会制定一些怎样的规则，把这个一个很大的 mission 去实现。现在大家都说，包括这个 Jason 黄也说，接下来10年20年是物理智能的20年，可能这个会持续更长的时间。那它将来是带来了一个协作方式、体验方式、交互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改变，这个可能会比就是互联网的之前的这一波要大很多很多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相比于这种 ChatGPT 的爆火，其实在物理智能这个领域是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的。因为第一就是如何把 AI 的能力从这个软件端迁移到具体的这个硬件端，它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而这挑战既是缺乏这种在这个物理智能的这种数据，然后同时也缺乏各种验证。那我们其实 Hitch Open 做这件事情，第一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未来，然后我们看到了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我们愿意就是以身入局，然后通过真正的在这些大家所关心的，就是未来可能会有无限延展空间的，无论是具身智能领域，包括现在其实商业化可能就是更加完善的企业自动驾驶领域，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验证平台，然后来去真正的推动通过开源的方式，然后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提到我们可能是10年之内希望把它能够打造成物理智能的一个奥林匹克平台。那之所以叫奥林匹克，第一它肯定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赛事，然后第二呢它会有不同的这种竞技类的项目可能现在我们今年是会推出2项，就是包括企业自动驾驶，然后包括 AI 自主决策打乒乓 Hope 赛项。那未来我们会可能推出更多那些已经展现过人类光辉、人类体能的极限的，无论是这个网球还是无论是这个足球这些大的赛项，未来我们会朝着这些方向去加强这个研发和平台的延展，最终是希望真正能打造一个平台，然后让不同的这个本体，然后全世界的这些顶尖的科研学府都能够来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上去验证自己的能力。说说今年的新加的这个赛事哈，我看到这个新闻说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这一天，你们在上海体育大学也启动了这个 Hope 是吧？这 AI 自主决策乒乓球挑战赛。对，这样一颗小小的乒乓球，曾经它连接过中美的友谊哈。你们决定让机器人接过历史的球拍，来开始人机对战这样一个有趣的形式。那这个巧妙的叙事是你设计出来的吗？其实我觉得，首先可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天才，但我不是天才。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事情的发生，它真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件事情的这个训练，然后能力，我们在伯克利就是研发这个 Hitter， 能够创造人机对战106下的这么一个记录。我相信现在仍旧是 humanoid， 就是人形机器人，还是一个世界的记录。这个我们2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在研发了，然后这个记录也在就是去年就打出来了。那在我们 progressing 在 Hitch Open 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好也就碰巧今年是这么一个历史的时机，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年就是邀请不同的顶尖科研学府，
可能中美之间都有邀请，然后再邀请这个不同的本体公司都能够来参与到这个历史的创造中间来。历史的创造并不是我 purposely 要去创造历史，而是你脚踏实地的把这件事情把它完成了，可能我们就会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间留下我们自己的一笔。而这一笔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活动，一个这个转瞬即逝的一个一件事情，而是本质上来说，我们在用自己的有限的微薄的能力去推动这个产业也好，然后交流也好的过程中间，就是贡献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所以今天走向这个人机乒乓这样赛事，你觉得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几年前你没有想到未来可能可以参与这样或者是设计这样的一场赛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回到之前说的这个登月思维，就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绝对不会挑一个最容易的事情做。我们在决定做一个事情的时候，肯定会挑一个最难，就是最挑战的一个事情来做。就好比方说，你登月也绝对不会是因为它容易，然后你去跟着玩一玩，对吧？所以其实在科研学府，它往往解决的可能是未来10年、20年，就是大家要看的方向的问题。那我们其实看到的点就是机器人自主决策打乒乓，尤其是人形机器人打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因为你的这个乒乓球，第一它的就是转速比较快，所以对于你这个 AI 自主决策，它需要感知，然后反应，然后这个速度的要求也会比较快，可能比网球会更难一些，因为它的那个时间要求非常快。第二，我们在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 HIT 的 demo 的话，就是它是要求这个我的机器人本体不仅正手反手能够根据球来的方向去接球，而且它的这个身体还要根据球来的方向去自主的移动这些其实挑战都非常大，其实它涉及到就是大脑如何去做决策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那我们其实核心也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前沿的表现，然后这些就是更多像是推探未来的一种这种方式，然后能够更好的带到民众能够关心到的一些这种大事件中间来。然后它侧面也是在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嘛。在这项赛事当中，你们和智源已经签订了一个合作，对吧？对，这个从 F1 上海站第一次签约到4月17号智源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你们的2次握手，你觉得奠定了你们决定深度绑定去合作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首先就是 Hitch Open，是面向，尤其是这个Hope 这个赛事叫 Hitch Open Ping Pong Embodiment，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同的本体。就是我们是在邀请所有的就是有能力去做机器人 AI 乒乓挑战赛的人形机器人的就是顶尖的本体公司都能参与到这个挑战中间来。那我们在 F1 跟智源来握手，当时智源在 F1 的现场既是 Hitch Open 的讲解员，也是 Hitch Open 官宣的这个主持人。这些我们就是在双方合作的这个过程中间也都感受到了，就是说作为一个平台级的公司和这种本体公司去合作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所以我们在智源的4月17号的它的全球的大会上面，当时又再次做了一次签约仪式，都是智源的 founder 出来签约的。那他们对于参与Hitch Open Hope 挑战赛的一个评价就是，其实对于本体的这个机器人公司来说，他们肯定是要在接下来去做各种各样的 demonstration 去验证它的产品能力。比如说我们上春晚可能需要去打武术，或者是需要去展示其他的一些技能去 facilitate 能够去把更多的本体能够卖到有需要的，无论是科研学府还是一些这种 potential 的产业中间去。但是呢，他们做任何的这样的挑战，从民众的眼中来看，更多的是企业可能就穷尽它的这个 engineer hours 去做了一个 marketing 的 campaign。但是能够跟 Hitch Open 这样的一个global 的这种公平公正的赛事平台来合作，其实也代表了就是不同的本体之间更大的去拥抱就是平台，然后拥抱生态的一种愿景。通过跟我们的合作，其实也是让他们能够 access 到更多的顶尖的科研学府，能够使用到我们的参与的就是战略合作方的这些本体来验证他们的能力，那从而就是为整个的产学研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合作提供了一个流动的桥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跟智源在推进的过程中间，也是来自于智源的高管的一些反馈吧。具身智能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一个非常热的风口的，但往往风口里面它可能就会存在泡沫。那你觉得 Hitch Open 在具身智能合作的这个赛道里头，它的护城河
究竟在哪里？首先就是 Heatopen 我们是一个平台的公司，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就是我们的存在的作用其实就是服务于我们参与这个平台的来自于全球的顶尖科研学府，然后服务于我们参与这个平台的所有的产业共建合作伙伴，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其实它也具备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就是我们并不是在 specifically 去产生任何一个产品，而是我们在创造一条高速公路，然后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面，其实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平台。然后无论你是智源的本体，或者将来还会有更多参与到平台上其他头部的这些具身智能，大家都是可以来这个平台上去验证自己的能力。无论你是伯克利，还是清华，还是港科大，还是北大，其实大家也都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创智。那最后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生态的这种共同的协作。然后我们今年其实 Hope 的一个目标也是希望大家其实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个竞争，是一个你行我不行的这样的一种角逐，而是大家齐心协力，然后能够共同通过在这个机器人打乒乓这么一件极具挑战性，但是也是观众喜闻乐见非常喜爱的这个运动上面能够更多的 push 包括整个科研跟产业结合的一个边界，未来能够在顶尖的科研期刊上去发布在这个行业的顶尖的 paper， 去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发展，这个是我们在就是搭建的一个生态。那你觉得这个顶级的平台只有你能做，别人做不了，是不是因为你搭建了一个能够获得所有人信任的一个资源的链接？这个不是谁能轻易去拿走的。首先我没说只有我能做，别人做不了，就是说应该说就是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湖南人的血性，然后也没有多想就做了只能说我们是就是首个去尝试来去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我们也是会 dedicated 持续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服务下去。然后这个事情它无论是从目标愿景还有就是时代的主旋律来说，我觉得它都是非常契合于这个时代可能需要一个 Heatopen 这样的平台。然后那它不仅是跨国界的，然后它也是这种跨不同的这个区域的这种顶尖公司的，然后也是跨不同的区域的这种顶尖科研学府的。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第三方，就我们其实就是竭尽全力的去做好对各个合作方的一个服务的工作吧。对于这次开启的乒乓赛事，你有什么一些不同于天门山之赛的这个期待？今年其实这个我们叫 Heatopen 乒乓 Embodiment Hope， 你就光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老有期待了。非常有设计。这个名字它天生对吧，就是带来希望，为现在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方向在现阶段进到下一个阶段。因为整个在具身智能行业里面，现在如果大家去看过去这些头部的公司的这个销量，可能大比例都还是卖到了科研学府，说明就是真正进到产业端还有一定的距离。那我们现在来去做像 Hope 这样的赛项，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就是技能的能力，我觉得其实也是为产业去提供一个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将来把这些顶尖的能力，它可能是可以迁移、可以泛化。那么如何用到一些对于产业、工厂，然后真正对物理智能有需求的这些产业方，如何把这些能力未来能够真正赋能于产业？我们提供了一条起始的一个通道。从这里开始。对，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比较硬核的哈，这个事业呀，这个科技呀，对，包括人生的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聊点柔软一些的。对，把我的温柔人设给我立起来。对，你和 Alan 教授两个人都完全 all in 到这份事业当中了。然后虽然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女孩子不愿意被提问，但是可能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你和 Alan 教授两个人都是如何平衡家庭跟事业的？当你们两个人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到同一份事业当中的时候，因为两个可爱的女儿啊，对，他们怎么办呀？他们好着呢，他们好着呢。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事业肯定是值得 100% 这个 commitment， 但是呢，就是我跟 Alan 我们两个人其实也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这个规矩呢，就是说，就是家庭也是我们就不会去放弃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经常是两边跑。然后可能总会有一个人是，比如说在孩子们上学的这个期间是待在美国的，那这个就是承担着管理家里面就所有这些 support system 的一个角色。所以小朋友们其实在他们的学业上呀，然后他们的生活上呀，
大框架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去年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份，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这些赛项上可能确实是需要我们2个人同时出现，所以去年我们这个老大也是 not surprisingly 就是直接把他的这个 UA 的点数飞成了 Gold Membership， 他就像跟你们一样成了空中飞人，是不是？真的成了空中飞人。对，那2个女儿是如何看待你们工作的？他们理解吗？就爸爸妈妈永远是这么忙的状态？首先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生的际遇总归就是你不会得到巧克力盒子里面的所有东西。就我们家老大，他其实3岁就开始跟着我们全球打 AI 竞速的比赛了。他对就是这样的 lifestyle， 我觉得他是非常习惯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确你3岁你能够在这样的顶尖的 AI 车库里面做什么呢？那可能就是个吉祥物，顶多是个吉祥物，但是它其实是一种看见。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经常说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但是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间，除了在学业上去攻克一些难点之外，更多的是你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教他怎么去做人和做事，这个是他可能跟在你身边，或者是他看着你如何做人做事，他自然而然会体会到的一些东西。那我也经常跟我的老大说，因为老二还很小，还是一个就是小萌宠，小 baby 小萌宠才2岁嘛。就是我跟老大经常就说，我说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就是有利有弊，就是会这样吗？对，我们经常是会有这种 adult conversation， 并不是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把现在小孩当小孩看，他们脑子清楚得很，他们脑子已经拥有全世界了，对，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想不吃苦不可能，我说没办法，我说亲娘也在吃苦，但天天看到了，对不对？然后我说但是呢，就是说该玩的时候就玩啊，那么该努力的时候努力嘛，就是松弛有度。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重大的事情会有意识的带着老大，因为我们希望他形成一个认知，这个并不代表说他现在就是一个编程的天才或者是一个 AI 的天才，其实不存在，我们都还没有开始 start 他这方面，但是很多时候种子它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当你就是埋一颗种子的时候，你并没有说我今天就要浇它10次水，然后明天这个苗就长出来，那样反而长不出来。就是你把它埋下去，然后可能他自己就会觉得，也许这个事情我有点兴趣，或者也许这个事情我曾经看过，所以你要等他的那个开花的时间，这个可能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就是当他自己想要开花的那个时间，那就是他的aha moment。我曾经听你描述过这样一个画面哈，就是你们在深夜去开会的时候，女儿裹着外套在你们的会议室上睡着了。你刚才也说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嘛，但是都同为妈妈，我想到那个画面，我更多的还是心疼，就是不光心疼你，我也心疼孩子，都心疼。我觉得对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还很年幼，对，要熬夜陪着你们，睡得不挺好吗？对，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你们也在教会女儿如何去尽力的守护自己的梦想，并且为自己的梦想持之以恒的去实现它。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是感动，还是会觉得有点别着凉吧？就是被子盖好别着凉，因为那个画面其实是快接近这个赛事的时候，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 logistic， 超乎想象。然后所以那也不是只是我们在这熬夜，可能有很多这个政府的领导也陪着你熬夜，大家都在一起去 figure out 这些 logistic 进球做到完美。那飞过来，他想要待在身边，那就随手把他扔到一个随手扔到办公室。然后为什么那照片没发出来呢？因为那个照片上面写的是一个处长室。然后我看我那个朋友圈的评论说，将来长大至少是个处长。我说我怎么没有躺在市长室呢？所以就是还挺好玩的，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做我们家孩子这个投胎，既有技巧也没有技巧，反正是他选择的，对吧？那你就我们会尽量去保障，但是在一些就是情况下面，你需要去飞，然后需要来看到，因为我们整个赛事它是全程观摩，然后就是尤其在结果出来的时候，所以它是有整个体验到，也算是一个小 intern 吧。就主要起到一个这个搞笑和萌宠的作用。没有了解你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而且非常令人感动的画面嘛，就相当于是你亲手把这个创业的种子塞到了小朋友的心里，并且你在教他如何去浇灌你这颗创业之心。对，但我也是在观察的，你知道吧？看看你是不是这块料？对。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就我也是在观察的。对，我记得就是老大之前就是他有一次换学校嘛，然后也是换到一个就是更好的学校。然后后来那个 Alan 有跟我讲，他竟然自己去 pitch 他最好的一个女朋友，跟着他一起走。哦，很好。而且这个并不是在我们的示意之下，他自己就是不仅去 pitch 他女朋友，还去 pitch 那个小女孩的妈妈。这个时候他才3岁半。我说这么小就会连人带团队了，还说服对方 LP 啊，对，还说服对方 LP， 然后还就真的跟着他转了学。哇，还办成了，还办成了，太厉害了。然后当时我就跟 Alan 说，我说这个可以考虑以后他创业的时候先投资一个比特币。可以，真的可以。就你得看人，如果这个人不是这块料，那可以给他安排一点适合他的事情啊。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是有自己强大的使命感跟责任感在的，是，而且你觉得这个该怎么说，使命必达，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是，对。那你还是会担心这件事儿做不成或者失败吗？没有，从来没有担心过，从来没有过，必成功。我觉得不是叫必成功，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业它就是一个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第一没人做过，就是你是一个开山就是辟壤的一个角色，不是说你不能够有这个 a moment of weakness， 你可以有，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随便来，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founder必须被一个强大的这个使命，它是去号召着去做的。就是首先你要从本心中间认为这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如果这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我们只是多吃一点苦，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对，就是如果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值得做的事情，为社会创造这个价值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去想，就是我能不能做成，而是这个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呢？我就应该迎头而上。那如果有一天两个女儿长大了，问你说妈妈，当初你做了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具体意义在哪？我觉得他们应该会马上看到意义吧，都不用等到长大，他们会见证这一切的就是花开。应该问不到这个问题，就是回到刚才说的 ，life is all about journey。我希望他们是 part of 这个 journey。虽然现在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将来也许可以打点小杂之类的。他们的存在就已经是贡献了。对，其实他们的存在也给你跟 Alan 注入了更多的力量在。我觉得这种力量更多的是一种稳定感和一种笃定感吧。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做很多事情，就是想很多，思前想后，然后有很多的顾虑。我不是这种人。我自己的朋友跟我讲，当然我自己没有看到，因为别人看我才好像是在就是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就说我有一套异于常人的决策体系。就是这套体系可能别人 process 要很长时间，最后推出一个结论，我可能就是一种本能。所以我做决策会很快。就是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想半天就不是你的事儿了。你是非常直击要点的一个人。对，就是你要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 ，just do it。就工程中文就是干就完了，哪有那么多事儿呀？就 just do it。我们今天的主体的发问基本都到这儿结束了。我再问3个即兴发问，就是快问快答，3个问题非常简单哈。你有没有过一个瞬间会觉得我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还是喜欢做女的。真的，因为咱们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女生太棒了。对，对，就男生的力量感，男生的就是 whatever strengths， 我们也可以有。但女生的好处我们也不能丢对吧？这么多闺蜜 I need it。对你来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做自己。怎么叫做自己？ Just be yourself。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你的那个主体性活出来。你来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个 calling，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也有很多人可能终世都不会知道。你努力去寻找那个你来这一趟的意义，我觉得就做自己。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自己的？我老早了，可能在那个飞机上开始发酵的时候就已经终于可以做自己了，就是那种终于轮到老娘了，那是你的 aha moment。 对啊，就是你需要这个 moment， 你需要这个自由的空气。就是当任何事情都有代价啊，就是你要做自己，你就注定要吃苦。你只要愿意吃这个苦，你就可以做自己。非常有趣，喜欢这个逻辑。对，如果现在可以给坐在飞机上通往美国上研究生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在你经历了这么些年之后，就给他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你老好了。棒，可以。谢谢亲爱的，行 ，OK 了。耶。